我在江南时曾舍身救过一个贵人。我此行隐秘，不便透露身份。你叫什么？来日我可以去哪里找你？我名条条，不日便要去京城陆府。条条，我会记住你的。直到他亲自登门，我才知道，我当年救下的人是当朝太子裴林，可他却将与我长相相似的嫡姐错认成了我。太子哥哥，不曾想嫡姐命薄，病死在出嫁前。父亲舍不得这泼天富贵，逼我当做替身嫁给太子。既是长得相似的人，为何死的偏偏是他而不是你？殿下，当年救你的人是我。住口！他死了，你以为顶着这张脸就能代替他？卑鄙！我说出了真相，可他却不信我。自那以后，我日夜活在水深火热当中。娘娘，因陆大小姐忌日将近，东宫上下无人敢触殿下的眉头，通传您小产的内侍被赶了回来。若是回到几年前，我不愿救他。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回太子裴林来提亲时。母亲，为避免夜长梦多，请您也将我的婚事及早定下吧。你怎的突然提起此事？若我还未有亲事，父亲还是会逼我替嫁。女儿想通了，只要母亲善待我生母，我愿远嫁，绝不挡嫡姐的青云路。你很识趣，我会为你选个好人家，添一份丰厚的嫁妆。婚后你就带着你的母亲回江南吧。多谢母亲。这些都是才貌双全、有功名在身的青年，即将离京赴任。你看看中意哪个？他确实想为我找个良人，因为他需要我远离京城，更因为嫡姐还有求于我。妹妹，你那时救他，都与他做了什么？殿下最近问起，我怕露出破绽。那时我生母病重，正是缺钱的时候，我也只会给他煮些白粥。他笑着说寡淡。那时我年少虚荣，红了脸，反驳说病中便该饮食清淡。哦，那我便说那时嬷嬷以为我什么都不懂，中饱私囊，亏待了我，才导致过得这样难。茶也没有好的，只是放了许久的明后龙井，他喝不惯，我还怨他太过金贵。可以，他编的事无巨细，每一桩事都有合适的缘由，可到底不是真的，串联起来破绽百出。不过我已经懒得多管。瑶儿，你妹妹的夫婿画像，你也帮着瞧瞧。这群人加起来也抵不上太子殿下半分。妹妹，你把本该属于你的泼天富贵让给了我，你甘心吗？甘心的。太子殿下天皇贵胄，并非我一个外室女能肖想。姐姐与殿下才是天作之合。那明日你去见他，若看中了，我出阁之前也还能送你出嫁。嫡姐随手给我选的人是今年的榜眼，出身清流，名叫顾泽之。听说他不知有何隐情，不愿在京做官，这倒是正好符合嫡母的要求，保证我3年内不得归京，不会坏了嫡姐的事。清流出身，离京赴任，挺好。二小姐，夫人吩咐明日安排您与顾公子在画楼私下见一面，
知道了，替我准备一套素净些的衣裙。陆姑娘，顾家有祖训，男子终身不会纳妾。婚后，我名下的田地商铺皆会交于你手中。你要照料生母，也可以将她接来与我们同住。只是我不久后便要离京赴任，婚事仓促，恐有怠慢姑娘。顾公子是个好人，婚事仓促，正好免去繁文缛节。只是有些事我要说明，我会些医理，爱侍弄花木，但女华之类是不大懂的。无妨，3日之内，我会让媒人上门，备齐3书6礼。是太子裴灵。殿下，巧遇。我的未婚妻爱吃这家的点心，我亲自来买，过会儿便能寻个理由再去见她一面。你呢？有朝一日竟能见到你与姑娘私会，是好事将近了。是，不过大抵是要回扬州成亲，不能要殿下来吃酒。扬州，那是个好地方。扬州，是我与他初见之地。你叫什么？来日我可以去哪里找你？我名条条，不日便要去京城陆府。你定的是哪家姑娘？有些眼熟。京城陆府。小女先行告退。你与那顾泽之相待如何？顾公子为人端正，女儿觉得门好。你与我女儿生得像，我也不愿意看你吃苦。只是无论如何，最好的亲事还是得给她。清流出身的榜元配你一个外室女，你应当满意的吧？若在江南，可没有这么好的亲事了。她很好，多谢母亲成全。好，回去歇息吧。慢着，你姐姐正与太子在花厅相见，你绕一绕，别去碍眼。其实我与嫡姐并非难以分辨，只有7分相似。不过是2年过去，我在相府能吃饱饭，长开了，而她因病依旧弱柳扶风，更像2年前的我。如今她认不出我是谁，正好，我只求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。瑶儿，你不曾与我说过，你有个年龄相仿的妹妹。殿下，我在江南养病，与府中的姐妹并不熟识，也就没什么好提的。是吗？今日你泡的茶，比当年在江南时你沏的好多了。当年是不懂事，被人骗了，手里只有那放了许久的明后郎锦，让殿下见笑了。他说的倒是滴水不漏。娘，药熬好了，温度正合适，起来喝吧。条条，府里是不是都在说太子求亲的事？条条，是不是我的病拖累了你？我知道，那日救人的明明是你。那时水流那么急，只有你这傻孩子敢跳下去救人。我只要一想起来，就后怕了好几日。如果不是为了给我治病，被夫人拿捏住了软肋，你怎么会把这天大的功劳拱手让人？娘，你看着我，这不是拖累，
前世今生能保护娘，就是我最大的庆幸。前世我自知外室女身份低微，又有嫡母重重阻碍，早就收了与她相认的心思。我救过的人不止她一个，也从来没想过靠着救命之恩一步登天。后来虽然知道她爱得深切，却也彻底看清了，她会去寻替身，会对无辜的人恶言相向，冷酷至极。那种高高在上的偏执与疯狂，本就非良配，如今舍了，没什么好遗憾的。娘，我也要定亲了。定亲？定的是哪家？我暗中打听过了，那人家风清正，品性端方，是为了替百姓情愿，才辞了京官要去外放的。他是个很好的人，他承诺过绝不纳妾。无论他对我有没有感情，至少他绝不会亏待我。娘，快点好起来吧，很快我们就要离开京城，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了。原以为只是个家道中落的普通榜员，没想到他竟能请动太傅这种德高望重的三朝捐死来做男宾媒。这顾泽之倒是比我想象中还要重视昭昭。也好，嫁得风光，我也算兑现了诺言。陆大人，老朽今日可是厚着脸皮来替我这得意门生求娶贵府千金了。晚辈顾泽之恳请岳父岳母成全。好，好，贤侄快快请起。二小姐，婚期定在了最近的一个吉日呢，听说是顾大人亲自去算的，说10天后就是百年难遇的好日子。10天后是仓促了些，虽然仓促，但这3书6礼可是规规矩矩，一样不落，就连太傅都请来了呢。府里的绣娘们已经在连夜赶制嫁衣了。是啊，只需绣好这个盖头，我便能随他离京了。同样是待嫁，同前世的心境却完全不同了。陆二小姐，这是我家大人今日特意吩咐送来的。大人说都是些不入聘礼单子的小物件，给小姐解闷用的。替我多谢你家大人。我随口提过的喜好，他竟样样都记在心上。妹妹真是好福气，顾大人对你可真是用了10成10的心思。长姐怎么出来了？风大，当心着凉。这样的心思，太子殿下从未为我花过。从未吗？前世他死后陪凌消沉许久，穿了数月白衣，甚至破格以公主之礼将他下葬。无论怎样，都当得起一句偏爱。我并不嗜甜，可他却日日命人送来最甜腻的点心。我不爱闭塞，可宫中赏赐下来的布品，他却只会指明给这一种颜色。我难得同他上街，亲自挑一手首饰，可他连看都不看我选的，只会固执地为我插上一支金簪。你说，你当初只与他待了3日，3日的相处，便让他这么难忘吗？难忘到连一点细节都不肯放过。长姐多虑了，你倾慕太子多年，如今无论如何也是得偿所愿，即将成为东宫的女主人了。是啊，得偿所愿，即便是演一辈子，我也要做太子妃了。
条条，你这一去扬州，山高水远，真不知道我们姐妹几个何时才能再聚了。是啊，你到了那边，定要常给我们写信，可别把我们忘了。放心吧，我定会时常寄信回来。等你们将来有机会下江南，我必定亲自下厨款待。条条，你看岸边那画楼上，似乎有人在往咱们这边瞧呢。子之，你快看，那湖心画舫上的，似乎是你那位即将过门的未婚妻啊！顾大人和陆府将人藏的可是密不透风，连姑都不曾见过，你们倒是怎么一个个都认得？是他。既是女眷小聚，我们还是不要打扰的好。陆府哪有藏着啊？殿下，那是陆家二小姐，一直在江南养着，2年前才接回京城的。殿下从前事务缠身，自然没留意过这些内宅之事，但我们这些常赴宴的都见过她。说来也奇，她同她那位长姐长得可是有几分相似呢。那时人人都以为她们是嫡亲的姐妹。她们有多像？七八成吧。2人还都不爱露面，起初有些愚钝的人分辨不出，只能靠衣裙的颜色认人。大家都记得那家长女偏爱月白，而这回京的次女总是穿一身碧色。殿下，风大了。他起疑了，他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。可是那又怎样？一切都晚了。3天后，我就彻底离开这个牢笼。不知太子殿下拦住下关的迎亲队伍，有何指教？顾大人，你我2人可是2年前在扬州便相识了的。那时姑有个心上人，姑同你说，来日娶她，定会邀你吃酒。你也曾承诺，你若成亲，必邀姑同饮。如今顾大人即将离京赴任，这杯喜酒，姑怕是吃不上。既然如此，让姑瞧一眼新娘的模样，不算过分吧？看新娘，看新娘！上喜轿前，隔着盖头让人远远观望一眼，本不算失礼，但他此时当街拦路，分明是别有居心。将盖头掀了。殿下，轿中之人，乃是我顾泽之的明媒正娶之妻，此等侮辱之举，绝无可能。殿下，大喜之日，您就不要在这里打趣，让我妹妹难堪了。若是误了吉时，可就不好了。是姑失礼了。起轿，迎夫人回府。
久等了。夫人，日后私底下我要怎么还你呢？以后你就叫陆云佩，这是你的恩赐，你必须忘了你以前的名字，就叫条条，好不好？他怎么会知道我的本名叫条条？这名字在京城的时候早就不敢用了，他怎么会知道？好，条条，你可知我们并非初见？我们以前见过。第一回，我幼弟顽劣，不慎将王母的遗物弄丢了，刚好是你找到，还给了他。第二回，太子出事，我随父亲去接应，那是第一次踏进你的小院子。前世我为了太子飞蛾投火，却从未注意过多年前曾见过一面的顾泽之。后来得知你急着议亲，我便求了母亲，幸好缘分正正好好，让我与你再见。我来扬州已有数月，母亲有了好大夫调理，病也渐渐好了起来。可这封京中嫡母寄来的信，却打破了平静。裴灵到底还是起了疑心。殿下，太医有言，我近2年身子骨更弱了，受不得一点寒，并非我不愿救。受不了寒，孤与他初见时，江南雪消，水流冰谷，水流得很急，他想都没想便直接跳了下来，那可不只是受一些寒的事。殿下为何决定要试探我？因为同他在一起时，孤只盼救驾的人来得慢些；同你相处，孤不快意。嫡母在信中抱怨，说她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及时将我嫁了。裴灵那样多疑编织的人，怎么可能被长久蒙骗？陆云瑶落得这般下场，也是咎由自取。罢了，前尘往事与我何干？夫人，夫人，何事如此慌张？京城来了位贵客，订了一大批货，他点名说要见您。京城的贵客点名见我，难道是他？条条，条条，你明知我心悦，你要求娶你，你为何躲着我？为何还将那些细节告知陆云瑶，帮着他来骗我？我不想嫁你。当年我们在此地相谈甚欢，你明明对我也是有意的。我是一国储君，
富贵、权益，这世上独一份的偏爱我都能给你，到底是哪一处令你不满？前世我为了他的一点垂怜，将整颗心捧到他面前，他弃如揖日，将我折磨致死。如今我弃了他，他反倒做出一副情深似海的模样，迟来的深情比草都坚。我不需要那些，我对你无益，与你相关的，我都不想沾惹。我，殿下，我如今是有夫之妇，不便多礼。你这毒妇，云瑶若有3长2短，故要你偿命！做噩梦了？白日里见了什么人，竟在梦里怕成这样？我……大人，出事了！人命关天的大事！我去便回，先让你的陪嫁来陪你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太子殿下微服私访，竟在游船醉酒落水。若在扬州有个3长2短，我们都要掉脑袋啊！前世，姑都想起来了，是姑负了他。顾则之，下官在，将他还给姑。殿下，他不是物件，是人。要如何还？谁有资格还？你可知道他以前受的是什么苦？殿下，您尚未清醒，请容下官送您回驿馆歇息。休息？姑为何要休息？姑看见了，看见他跪在雨里，满地都是冷水和泥痕，姑亲手将他……姑怎么能那样待他？殿下所说的，下官听不明白，你不必明白，你只需要知道，姑要将他带回京城，他是姑的，他是姑欠了命的妻。殿下，她是下官的妻，是我顾则之3书6礼明媒正娶的夫人。太子他可曾为难你？没有，他醉糊涂了，发了场疯，说了些胡话。我也有耳闻。不是这句，有些话未曾传出去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你曾是他的太子妃。原来落水之后，他竟然觉醒了前世的记忆，难怪他会那般疯狂，要求则之还人。那他确实是疯了。顾夫人，求您随奴婢去赴宴吧。夫人再三推辞，
若您今日不来，整个府上怕是都不会好过了。谁都知道太子如今下榻知府官邸，这场赏花宴不过是裴林逼我现身的借口。裴林向来不好说话，也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人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他从来不择手段。若是一味躲避，只会连累泽州和无辜的人。既然他也有了前世的记忆，那便将一切都说个清楚，让他彻底死心。我再也不是前世那个任人宰割的外室女，更不是那个在东宫里绝望等死的太子妃。好，我去。多谢顾夫人，多谢顾夫人。你去回禀你家主子，我会赴宴，你让他不要为难旁人。条条，我活了2世，两世都只爱过你一个人。不过前世受人蒙蔽，不知道你是我苦苦寻求的人。我只是想，条条死了，我怎么可以再爱旁人？怎么可以再对旁人好？我跟你说过了。只可惜，我不信，因为那时陆云瑶已经死了，无从求证。我无法再试探他会不会睡，只是从心底里怀疑你试图彻底取代他的位置。只是我一人的错吗？若我知道你是条条，我们会有圆满的一生。可是你也帮他骗了我。我之所以相信他，是因为你什么都告诉他了。他模仿你穿碧色，学着你说话的口气，记住我们之间的回忆。条条，这样对我太不公了。我没得选，我母亲病了，需要钱，需要名医，这些嫡母都可以帮我安排。唯一的条件是让嫡姐取而代之。这一切的起因是你登门之初认错了人。京城人人都知道太子与他的救命恩人定亲时，我的夫君还是认出了我。如今我认出是你了，我什么都能给你。前世我娶你时，宗族说你只是外室所出，上不得台面，我仍旧力排众议娶了。如今2家之身，也并非问题。你前世对我那样差，罚跪的那一晚，直到小产，我才知道我曾有过孩子。既还将我当你的救命恩人，就不要如此报复我。孩子，我不知道。不过，今生他等到一个好父亲，回来了。直到小产，我才知道我曾有过孩子。殿下，你的手！快传大夫！我曾有过孩子。条条，来接你了。回家。
还要我吗？要啊，他哪里比得上你一根头发？更何况，我的孩子也离不开生父。哎呀，我又不懂医术。只有1个多月，我今日晕了马车，才知道。条条，我好高兴。你这又是何苦？这些是偿还你的救命之恩。我从前缺钱，是很爱财的，这笔钱我受之无愧，也就都收了。收下吧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因陆氏条条救驾有功，特恩封为县主。这药3碗水煎成1碗，饭后温服。今日他折腾你了吗？没有，他很乖。他该取个名字了，要取乳名、小字、大名，恰好你我与岳母一人选一个，如何？好。累不累？前面有个亭子，我扶你去坐坐。不累，大夫说了，多走动走动对孩子好。泽之，你说他会是男孩还是女孩？都好。若是女儿，定然如你一般聪慧美丽；若是儿子，我便教他读书识字，将来做个清正廉明的好官。可我听说顾家祖训，男子终生不得纳妾。若是女儿将来嫁人，你可舍得？自然不舍，所以我得多攒些家底，将来给她撑腰。若是婆家敢欺负她，我便……你便如何？莫不是要打上门去？总之不会让她受委屈。大人，京城来的急信。太子殿下自请离京，去北境督军了。北境，那可是苦寒之地，时有战事。殿下这是……条条，顾欠你的，此生还不清了。殿下有殿下的考量，我们只需管好扬州这一方水土便是。怎么还不睡？夜深了，当心累着眼睛。等你呢。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今日城南有几户百姓因田界起了争执，险些动了手，我去调和了一番，耽搁了些时辰。你这官当的比京城的官还累。不累，扬州虽小，但百姓淳朴，能为他们做些实事，我心里踏实。更何况你和孩子都在这里，每日回来能看到你，便什么疲惫都没有。堂堂顾大人，怎的越来越会说这些哄人的话了？不是哄你，条条，我从前从未想过此生能如此幸运。陆大夫，我这儿腿疼了大半年了，一到阴雨天就疼得睡不着。回去按方抓药，3碗水减成1碗，我再教你几个按摩的穴位，每日按一按，能缓解疼痛。陆大夫，您真是活菩萨，家里穷，没什么好东西，这几个鸡蛋您收下，给孩子补补身子。涛涛，娘这辈子从没想过还能有今天，还能靠自己的一双手堂堂正正的活着。娘，您本就不是谁的附庸，往后余生，您只需做您自己便好。
岳母，请。我这把老骨头还没那么金贵，你们小两口要坐前面吧，我坐后面的车，看看沿途的风景。来了扬州这么久，这还是头一回出来踏青呢。你若喜欢，以后我每月都带你出来走走。你这话我可记下了，若是做不到，我可是要罚你的。罚什么？罚你抄100遍女诫，不对，是男诫。这男诫，怕是要夫人亲笔编写才是。卖花喽！新鲜的桃花冰碧莲。好，你们的我都要了，这钱够吗？好像买多了。不多，回去我帮你插起来，放在书房里，每日批公文时闻着花香，便不会觉得累了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它好像动了。动了？你摸摸看。条条，他刚才是不是在跟我打招呼？嗯，他认得你的声音。大人，产房血光重，您进去不得。夫人胎位正，身子骨也好，不会有事的。别急，头胎都是这样的。条条的脉象我摸过了，稳得很，你且安心等着。恭喜大人，母女平安，是个漂亮的小千金。条条，辛苦你了。泽之，你知道吗？前世我没有保住孩子。那是前世，今生你和孩子都会平安顺累。我发誓。这孩子天庭饱满，耳揣厚，是个有福气的。条条，我昨夜想了一宿，拟了几个名字，你看看。娘，您抱着孩子呢，坐下看吧。顾明瑶，顾婉清，顾念安，顾……后面这个字怎么念？顾怀瑾，这是我翻了好几本典籍才找到的。怀瑾是男孩的名字吧？你女儿可没有瑾。那是备用的，若是将来有弟弟，可以直接用上。就叫昭宁吧，朝朝日月，岁岁安宁。愿他此生不必像我这般波折，平安喜乐，一世无虞。好，就叫昭宁，顾昭宁。我家大人喜得千金，特意吩咐小的来给各位街坊送喜蛋，沾沾喜气。顾大人和顾夫人那是天造地设的人物，往后顾父有什么需要，顾大人可是咱们扬州的好官，要不是他，去年那场水患，咱们早就倾家荡产了。阿伯，小妹妹叫什么名字呀？叫昭宁，我们小姐叫顾昭宁。顾昭宁，顾昭宁，我娘说了，顾大人是大好人，顾大人的女儿就是我们扬州的宝贝疙瘩。京城急报，太子殿下在北境大捷，击退敌军30里，皇上龙颜大悦，特加封赏。太子殿下在大捷之后，亲率一队轻骑深入敌境追击残寇，至今未归。大人，消息确凿，太子殿下深入敌境后遇伏，所率轻骑伤亡过半，殿下本人暂时下落不明。殿下在北境督军期间，赏罚分明，爱惜士卒，屡立战功，与当年在京中判若两人。或许
这世上有些人要在失去一切之后，才会找到真正的自己。去吩咐下去，扬州各衙门暗中留意边境来的消息，一旦有殿下的下落，立刻上报。大人，您这是？他是太子，是储君，无论我与殿下之间有过什么恩怨，都与国事无关。昭宁，爹爹回来了，今日可有想爹爹？他这是喜欢你，你躲什么？他再长几颗牙，我这衣裳怕是都要保不住了。泽之，你最近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怎么这么问？你近日看我的眼神总是欲言又止，衙门里的幕僚来府上议事也比往常频繁。我也不瞒你，北京有消息传来，太子殿下追击残寇时遇缚，至今下落不明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会为他担心？前世的陆条条确实会，他会跪在佛前念一夜的经，求上苍保佑他平安归来。可今生的陆条条心里已经装了太多人，娘、你、昭宁，没有多余的位置给一个不相干的人了。我对他早无恨意，但也不会有别的什么，你大可放心。条条，不过我倒是希望他活着，他若死了，京城那边说不定又要生出什么变故，万一新太子是个更难缠的主，咱们的日子还怎么过？夫人思虑周全，为夫自愧不如。我们昭宁的安稳日子，天塌了也不能被扰。殿下，咱们还能回去吗？此田东至柳树为鉴，西至水渠为鉴，田契所在分明。张家越见耕种属实，限3日内归还所占之地，另赔付李家金秋收成损失。若再有异议，可去翻阅3年前丈量田亩的存档，本官已看过，与田契所在一致。顾大人，京城来的敌报，太子殿下平安回营了。知道了。顾大人，您与殿下之间是不是有些什么渊源？当初殿下在扬州醉酒落水时说的那些话，知府大人多虑了。殿下当时酒醉糊涂，说了什么，本官早已忘了。殿下此番在北京浴血奋战，九死一生，是为国为民。你我身为地方官，当为殿下贺，为大魏贺，其他的不必多想。昭宁真厉害，再翻一个给外婆看看。条条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觉得有些不真实。娘，你说一个人犯了错，若是真心悔改了，该不该被原谅？原谅不原谅，那是自己的事儿，不是旁人的事儿。你不能因为旁人希望你原谅，就逼自己去原谅。但娘希望你记住，不原谅不等于活在恨里，真正的放下是忘记那个人的存在，去过自己的日子。娘说的对，我早就不恨了，也早就放下了。方才出神，只是在想，人生际遇真是难以预料。前世我跪在雨里的时候，怎么也想不到，有一天会在阳光底下看着自己的女儿学翻身。殿下，户部已将扬州送来的那笔银子入了库，按您的吩咐，全数拨给了北境阵亡将士的遗孤。殿下，还有一事，扬州那边传来消息，顾泽之的夫人数月前诞下了一个女婴，叫什么名字？说是叫顾昭宁。昭宁，朝朝日月，岁岁安宁，是个好名字。明日早朝，将此折呈给父皇。殿下，这是为何？直到小产，我才知道我曾有过孩子。顾倩的
不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国。坐在那个位子上，姑做不到公正廉明，姑怕自己终有一日会控制不住，去打扰他。去办吧。殿下三思。姑已思了整整1年。荒唐！你是朕的嫡长子，是大魏的储君，自请辞位，你让朕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？父皇，儿臣并非意气用事，儿臣在北境1年，亲眼目睹边关将士浴血奋战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方知这江山社稷不是坐在庙堂之上便能治理好的。儿臣自认没有能力做一个合格的储君，更没有资格做一个合格的君王，请父皇另立贤能。殿下，殿下，你在边关立下贺战功，万民称望，怎可说出这等自轻自贱之言？是啊，殿下，储君之位不可轻易动摇，请殿下收回成命。诸位大人，姑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你们当中有谁亲眼见过北境百姓的疾苦？有谁亲身经历过边关将士的生死？又有谁在深夜被噩梦惊醒时，不是因为害怕失去权势，而是因为愧对无辜之人？儿臣心意已决，请父皇成全。此事容后再议，退朝。怎么了？谁来的信？京城的地报里夹带的私信，信上说太子辞位的事闹了大半年，最终还是被皇帝驳回了。但皇帝已经下旨封二皇子为雍王，领户部，分理朝政。看来陛下虽未答应太子辞位，却也在逐步放权给其他皇子，这是留了一手。他倒是真的变了，都与我无关了。我在意的人都在这个院子里。爹爹抱抱。条条，我在想，若是有朝一日我们回了京城，你怕他还会纠缠？我知道你不会，我只是想护你周全，不受任何人打扰。则知，我这辈子最大的运气，不是重生，而是遇见了你。裴灵变了也好，没变也罢，于我而言，它只是上辈子的一场噩梦，梦醒了就散了。你才是我这辈子想要的人，是你给了我一个家，给了昭宁一个父亲，让我知道被珍视是什么滋味。外婆，大船，我们坐大船。是啊，昭宁要坐大船了，怕不怕？不怕，爹爹保护。周伯，这些年积累的方子和医案都在这儿了，我娘随我回京，这医馆就交给您打理了。夫人放心，老朽定不负所托。这些年若不是夫人和陆大夫，这扬州城多少穷苦百姓都看不起病。周伯言重了，治病救人本就是医者本分，何况这医馆是我娘的心血，日后还请诸位多费心。夫人，都安排妥当了，该上船了。会回来的。走吧。娘，你看，好多船，好多鱼。大人，前方是润州界，润州知府派人来问是否要在润州歇一晚。夫人觉得呢？不必了，我们刚启程，早些赶路吧。不必了，赶路要紧。昭宁，看到那座山了吗？翻过那座山，再走几天就到京城了。京城有外婆吗？外婆就在我们船上呀。京城有别的亲戚，还有你爹爹要去做官的地方。京城很大，比扬州大很多。那有桂花糕吃吗？京城什么都有，爹爹给你买。
本官顾则之，奉调回京述职。还以为会触景生情，真正回来了，倒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。恭迎大人、夫人回京，府里都收拾妥当了。好大的房子啊！殿下，要不要奴才去通报一声？不必。今日在门口，你看到了吧？看到了，他瘦了许多，也老成了许多。他今日出现在巷口，或许不是巧合。那又如何？他没有上前，我也没有停下来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则之，前世的事我早已放下了，你也放下，好不好？好。爹爹，帮昭宁抓蝴蝶。路桥，娘，你看，昭宁抓住啦！昭宁真厉害，不过蝴蝶也有家，她要是回不去，她的娘亲会伤心的。昭宁以后不抓蝴蝶了，昭宁不要蝴蝶的娘亲伤心。大人，京城来的急地，可是朝中有什么变故？太子殿下上书，请旨裁撤东宫荣园，将东宫用度削减30%，拨付北境军饷。殿下这是前所未闻呐！心安而已，这4个字倒是有分量。本官也上一道书，请旨在苏州试行新的堤坝修筑法，由官府直管，不再外包给商花，所有账目张榜公制，百姓监督，若有贪墨，10倍追偿。大人这一招高明，如此一来，那些商户就无从下手了。陆大夫，求您救救我这孙儿，他烧了2天2夜了。是肺热，拖的时间不短了，再晚来2天，怕是要出大事。3碗水煎成1碗，每隔3个时辰喂一次。今晚务必要退烧，若明日还烧，你再来找我，我来想办法。大夫，这是我家里所有的，不收你的钱，快回去给孩子煎药吧，别耽误了。娘，您这样不收钱，这医馆迟早要关门。又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收钱，那些有钱的人来，我收的可不少。这叫你教我的那个词叫什么来着？劫富济贫。对对对，劫富济贫。太子，你这份裁撤东宫荣园、削减用度的奏书，朕看过了。户部怎么说？回陛下，殿下所奏之事，臣已会同东宫詹使府核算过了。若按殿下的方案执行，东宫每年可节省用度约8万两白银。这笔钱拨充北境军饷，可解边境将士燃眉之急。陛下，太子乃是储君，用度自有规定，削减东宫用度，恐有损国体尊严，万不可开此先例。是啊，陛下。更何况北境军饷不足，户部自有调度，何须动用东宫用度？诸位大人说的国体尊严，孤倒想问问，边境将士饥寒交迫、衣不蔽体的时候，他们的尊严在哪里？他们的妻儿老小等着粮饷过日子的时候，国体又在哪里？父皇，儿臣在东宫住了20余年，从未觉得那8万两银子能让儿臣更有尊严。恰恰相反，把它用在刀刃上，用在那些为国浴血的将士身上，这才是儿臣身为储君真正的尊严。准奏。殿下，老臣在朝中30余年，见过的储君不少，但像殿下这般，老臣无话可说，唯有敬佩。姑只是在做早就该做的事。
大人，好消息，朝廷批了，户部拨的那笔江南水患治理专款已经到账了，整整12万两。有了这笔钱，太湖北岸那几段最险的堤都能修了，咱们的家和田有救了。这笔钱来得及时，明日便开始采购石料，所有采购账目一笔一记清楚，1文钱都不许办，都要花在百姓看得到的地方。下官明白。给你吃。给你穿，昭宁有好多好多。条条，你把他教得很好。不是我教的，是他自己就有一颗善良的心。他有父亲疼，有外婆宠，有安稳的家，所以才敢这样毫无保留地对别人好。那正是你拼命为他挣来的。是啊，这正是我为他挣来的。殿下，夜深了，这书您都看了多少遍了？福安，你说人这辈子还能有来生吗？殿下，老奴不知有没有来生，但若真有，殿下这辈子积下的功德，定然会有好报。孤不要什么好报，孤只盼来生不要再遇见他，让他安安稳稳的过完他想要的一生。顾大人，老祖活了73岁，经历过7次决堤，淹死过2个儿子1个闺女。老祖以为这辈子看不到太湖太平了。这碗酒，老祖替太湖边上千千万万的百姓敬您。诸位父老乡亲，这堤坝不是我一个人修的，是你们一筐土一筐石一砖一瓦垒起来的。这道堤是你们自己的堤，往后无论我还在不在苏州，请你们替自己守好它。守好，一定守好。那是我爹爹。各位乡亲，夫人都被你们吓着了，改日我在府衙设流水席，大家伙都来，好不好？方才被挤着了吧？没有，我看着你呢。昭宁也看着爹爹，爹爹是大英雄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苏州知府顾选之治水有功，惠泽一方，万民称颂。擢即擢升为正三品督察院右副都御史，刻日回京赴任。其妻陆氏其以左夫有方，特恩3品诰命夫人。钦此。顾大人走了，苏州怎么办啊？诸位父老乡亲，朝廷有命，则之不敢不从。但苏州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则之都会记在心上。他日若有闲暇，定当回来看望大家。顾大人，您走了，那到底我们替您守着，一定守着。舍不得。这些年，从京城到扬州，从扬州到苏州，搬了好几次家。可每次要走的时候，还是会舍不得。这棵树，昭宁最喜欢了。春天的时候，他在这里捉蝴蝶；秋天的时候，他在这里捡桂花。这道墙，我娘晒药材的时候总爱靠在上面。这个院子，是我嫁给你之后住的最久的一个。条条，
这一路上京，你若想回来，我们随时可以回来。这一生还长，你爱住哪里，我便陪你去哪里。这话我可记住了。不过现在我倒是不急着回苏州了，京城也不是全无好人，至少我听说如今的东宫与从前大不一样了。我只是觉得这世道好像一直在变好，堤坝修好了，百姓有饭吃了，连最难缠的人也开始做好事了。我们回去说不定能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京城。好，那就一起回去看看。娘，有好多好多房间，还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厨房，比苏州的厨房大3倍。你怎么知道厨房大不大？你又不做饭。张宁进去看了呀，灶台有这么大。走，外婆带你去看看咱们的药圃。管家说后面有一小块空地，正好可以种些常用的草药。这一回怕是要在京城常住了。你也该在京城好好干一番了。苏州的堤坝修得那么好，朝廷肯定不会只让你在京城闲着。娘，那个马车好漂亮，是谁呀？不知道，走吧，还要去给你买新鞋子呢。娘吃，娘太瘦了。爹爹吃，爹爹要长力气。外婆吃，外婆最辛苦了。这孩子也不知道跟谁学的，这么会哄人。肯定是跟你学的。我可没有，我这叫耳濡目染，耳濡目染他娘的贤惠。昭宁好幸福呀！昭宁知道什么是幸福吗？就是有爹爹，有娘，有外婆，有桂花糕吃，每天都这样。女婿这画技是越来越好了，回头把这幅画裱起来，挂在正堂里。岳母过奖了，只是随手画的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娘怎么变胖了？画里的娘比真的娘还胖。那不是变胖了，是娘的肚子里有昭宁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了。昭宁摸到了，他在动。爹爹，小弟弟跟昭宁打招呼了。母后，儿臣来看您了。儿臣这些年做了许多错事，有些错此生都无法弥补，但儿臣也做了些好事，不是为了让谁原谅，只是儿臣终于明白了，一个人活在这世上，除了情爱还有责任。回宫吧，今日还有户部的折子要批。夫人觉得这话该提什么字？前世风波尽，今朝日月长。执手共白首，岁岁是寻常。娘，这念什么呀？昭宁不认识。前世风波尽，今朝日月长。路迢遥，昭宁。